长征强迫症患者一枚啊，所以还得好好学习啊。喝醉，我跟你说，这东西有一个人练，别人看着好奇，他要来练。他只认一个爸爸，他认的永远是这个陪伴他长大的爸爸。神剧亮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景瑜。这次其实饰演的是一个一直在与黑恶势力斗争的这么一个孤独作战的刑警。这一次和很多老朋友合作，感受如何？我们是连续几部剧的这个演员都是我们这一伙人，大家很熟悉嘛，大家搭戏啊，大家演戏的时候就是非常的自在，不需要再磨合了，不会说跟一个新的对手演员你要再互相了解一下磨合，没有这个阶段了，我们就是来了就谁能干，很自在。网友们都评价说黄景瑜穿上警服太对味了，对此你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说的对，如果大家觉得我穿警服很匹配的话，那就说明这个角色其实比较能让大家接受嘛。能不能用你的方式来评价一下长征呀？长征强迫症患者一枚啊，挺多点的，他有强迫症，他有怕鸟。怕鸟这个事儿，其实我一开始特别理解不了，我说怎么会有人怕鸟呢？就怕带羽毛的东西。但是我们那个有一副导演啊，他是真怕鸟，就是走路看见鸡都绕特远的那种。所以我才慢慢接受这个事实。一开始他们说要设定我怕鸟，我说不可能，有人怕鸟怕成这样。结果我是真的看到了这样的人。杨佑宁老师回复你微博的 emoji 是在向你挑衅吗？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看到了发了一个鸡，我觉得应该就这意思。对，就来吓唬我的。如果你可以做保护长征的人，你希望在哪个节点给他提供帮助呢？其实他们暗中保护长征啊，为什么他们很多线索都不跟长征分享，很多事儿他都不直接告诉长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这些消息了，但是用不到。他们希望有长征这么一个人在前面敢打敢冲的，去把这个口子给它豁开，这些消息才有用嘛，要不然对面就是一堵墙，你往上泼再多的消息也没有用。你觉得一直支撑他的那个信念是什么呢？我觉得一直支撑长征的信念是责任感和正义啊，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正义的人嘛，一直想把这个势力给搞掉。之前是我爸的话是铁板，我也给他打出个洞了，到长征这儿升级了，变成钢板了。他的经历真的是常人很难碰到，那到后面你会发现，这哥们儿的真的是从身体和精神上的各个角度的打击，生活各种虐他，真的是。剧里有没有你非常喜欢的博弈啊？我就觉得那几场打戏挺爽的，一开场的打戏，还有中间还有打，都挺过瘾的。你觉得高手对决最重要的是什么？冷静，不能冲动，不能乱，你一步乱了，后面就全部都乱了阵脚。尤其是像这种赵鹏超这样的高智商犯罪，他能把整个家族洗白，我觉得这其实他挺厉害的。那长征这一个也是警察学院的研究生嘛，那肯定也学了很多侦查与反侦查的这一些理论知识啊。最后就是实践这些课本上知识的时候，所以还得好好学习啊。你看，同样都是赵家人，你看老三犯罪就显得那么无知，老四就感觉那么厉害，他多厉害啊！我都看着我都害怕啊，太厉害了。之前看《爱上特种兵》剧本看哭了，这一次准备罚罪的时候哭了没？我看特种兵怎么可能哭17、18集的时候，我那天半夜2、3点我睡不着，我在床上看得我就是泪流满面。当时我想，我是不是太晚了？是不是我这不是困的呀？啊，李沁的表演被美哭了。罚罪没有，罚罪就紧张，一直跟着剧情特紧张，因为他人物太多了，而且那个文字啊和画面带来的冲击感是不一样的。我在家也猜到底谁是坏的，他们问我是谁跟谁怎么着，我也不知道，我也是懵的。开播后有被身边的人询问吗？我特别想剧透啊，人剧透特别爽，但是我觉得一透之后后边没法看了，因为如果你都知道哪几个是坏人的话，如果导演再给你放一些剪辑镜头来骗你的话，你就会觉得哇，这是好小儿科啊，他还在骗我，就没意思了，最后影响你的观看体验。所以我是不剧透是对大家最好的尊重。我喜欢剧透，但是我不想剧透我的剧。这一次在剧中又拥有了2个爸爸，感受如何？啊，原来你们都知道啊。我还在这儿藏着呢。我觉得他认的还是他只认一个爸爸，但是他认的永远是这个陪伴他长大的爸爸。在罚罪剧组有没有坚持健身的好习惯呀？因为我还在那个地方拍嘛，我就买了一个单杠支在我们棚门口，然后一休息就出来拉单杠。
因为平时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所以就每天现场有那种简易的双杠、简易的单杠，天天就在门口锻炼。我跟你说，这东西有一个人练，别人看着好奇，他要来练，这能带动一票人一起给你做单杠。你说大伙儿就闲着没事，你说溜达溜达，看那边，哎，拉单杠，我也去拉2下，哎，你拉2，他也拉2下，就大伙儿都会去拎2下。在剧组学会了运镜和拍摄，有没有给自己拍摄的计划呢？纪录片吧，就不需要什么运镜，跟着就行了。叫什么名字呢？喝醉。如何每周3准时 get 神剧亮了最新节目呢？打开爱奇艺 APP 搜索神剧亮了官方，一键订阅或扫描2维码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博、微信公众号，掌握最新剧透，追剧不再 lay back。